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抗阻力训练计划的制定，主题是汇总所有抗阻力训练元素该如何安排。在往期的视频中，我们讲解了不同训练目标的抗阻力训练计划在制定时如何安排各个训练元素，以达成更快更好的完成训练目标的方法。这期我将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将所有相关的知识整合起来，帮助大家提高记忆。作为抗阻力训练计划的制定的总结篇，我可能很少讲到安排这些训练元素的原因，更加详细的介绍一定包含在相关的视频里。希望大家能够先观看完这一系列的视频，再观看这期总结视频。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的视频，你可能看不懂这期视频，或者无法跟上这期视频的节奏。我们现在开始。第一，3个重要的原则。在安排训练计划时，你一定要知道3个重要的训练原则。第一，专项化原则；第二，超负荷原则；第三，循序渐进原则。专项化原则指的就是要想获得不同的训练效果，一定要采用不同的训练手段。想获得力量，你练肌肉体积；想获得耐力，你练爆发力。这样的做法一定行不通。超负荷原则指的是想要获得不停的进步，一定要通过不停的增加训练强度，使身体产生不适应，从而才能得到进步。循序渐进的原则指的是在增加训练负荷、训练次数、缩短组间休息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科学的节奏进行，不可冒进，也不可迟延。这3个原则是一切训练计划制定时的根本，当然也包括有氧训练和其他的体能训练。第二，确定训练目标。因为抗阻力训练可以提高肌肉的力量、爆发力、体积以及耐力，但是不同目标的训练安排都不同，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用增加肌肉力量的方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爆发力，同样也是低效的。试图在一个时间段内将不同的能力都提高，这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运动员的训练非常的复杂，因为他们需要兼有很多种运动表现能力，甚至这些运动能力之间有可能是冲突的。所以安排训练计划时有明确的训练目标，知道你想要的训练结果是什么，这非常重要。同时要注意，不要将相冲突的训练目标安排在一个时间段内。第三，确定训练动作。训练动作应该按照神经肌肉活动的等级来选择。神经肌肉活动指的是肌肉在运动中神经参与的多少和程度。我们将训练动作分为7个等级。第1和第2个级别，固定运动轨道的单关节和多关节训练动作。第3和第4个级别，不固定运动轨道的单关节和多关节训练动作。第5和第6个级别，使用自由重量的单关节和多关节训练动作。第7个级别，空间移动身体。想训练效果明显，就应该多选择第5、6、7级别的训练动作，也就是让神经系统参与更多的训练。第4，确定训练频率，也就是每周不同部位的肌肉应该训练的次数。在确定训练频率之前，应该先确定训练者的级别。我们分为初级训练者、中级训练者和高级训练者3个级别。这个划分的标准来自于训练时间、训练强度、训练技巧以及不同训练动作的分类。初级训练者采用平均法安排训练频率，也就是每周训练3次，也就是每次训练可以将所有要训练的肌肉都练一遍。当然，这就意味着每部位的肌肉只能做1个，最多2个训练动作。这样安排是考虑初级训练者肌肉恢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中高级别训练者建议采用分割法安排训练频率，每周训练4次以上，也就是每次训练可能只训练1个或者1至2个肌肉群。分割法将每次训练的目标定在1到2个肌肉群，是因为过少的训练动作不足以刺激肌肉产生效果，再加上中高级别训练者的恢复能力高，所以每次训练的肌肉群就少。第5，确定训练动作的顺序。先做爆发力训练动作，如果你的训练中有爆发力训练，然后安排做主要训练动作，最后做辅助训练动作，这是排在首位的顺序。先做大肌肉多关节训练动作，再做小肌肉单关节训练动作，这是排在其次的顺序。先做特别想要改善部位的训练，也就是自我薄弱环节的训练，后做优势环节的训练，这是第3个顺序。不过第3个顺序要依从前2个顺序来使用。第6，确定训练负重，这是训练计划制定中最重要的环节。如果负重使用错误，可能根本没有训练到你需要改变的肌肉类型，训练效果一定很差。我们用 RM 来表示每组训练完成的次数。在确定负重之前，要了解自己现有的负重能力。我们可以使用3种方法来测定不同的 RM 数字。
第一种方法测定 1RM 的负重，第二种方法测定10RM 的负重，第三种方法测定目标 RM 的负重。1RM 的测定方法更适合于有提高力量和爆发力运动需求的训练者。10RM 和目标 RM 的测定方法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通过测定 RM 的方法，你就会知道你该用多少的负重去训练。通过22法则，也就是一个训练动作2次训练，在最后一组都比计划完成的次数多做2次，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增加你的训练负重了，然后再根据自我的训练级别选择增加相应的重量就可以了。第7，确定每组训练次数，以增加力量为训练目标，每组应该训练6次以下；以增加爆发力为训练目标，每组应该训练5次以下；以增加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每组应该训练6至12次；以增加肌肉耐力为训练目标，每组应该训练12次以上。其中的原因来自肌肉纤维的分类以及肌肉功能系统的不同。第8，确定训练组数，以增加力量为训练目标，每个动作做2至6组；以增加爆发力为训练目标，每个动作做3至5组；以增加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每个动作做3至6组；以增加肌肉耐力为训练目标，每个动作做2至3组。其中的原因来自于初中高不同级别的训练者的肌肉能力和恢复能力以及肌肉功能系统的不同。第9，确定每组休息时间，以增加肌肉力量为训练目标，组间休息2至5分钟；以增加肌肉爆发力为训练目标，组间休息2至5分钟；以增加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组间休息30到90秒；以增加肌肉耐力为训练目标，组间休息30秒以下。其中的原因来自于肌肉功能系统的工作原理。最后要特别提示大家的，不断提高训练强度，才能取得不断的进步。所以要理解训练强度的概念。训练强度指的是单位时间内做功的数量。支持训练强度的主要来源就是肌肉功能系统。今天给大家总结的所有训练计划安排的建议，其原因来自于肌肉纤维的分类、肌肉功能系统工作原理、神经肌肉活动水平以及训练者的级别。希望这一系列的视频可以帮助大家利用好抗阻力训练的各个元素，更快更好的达到自己的训练目标。如果你可以按照我所讲过的所有元素安排训练的话，你一定会感觉到改变后的训练比你以前的训练压力增加了很多。你可能需要慢慢适应这些变化，但是这些改变一定能帮你取得更高效率的进步。虽然我们做不到完美，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做是完美的。祝愿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